在美国搞出的一系列中国核威胁论里，这大概是我们见过的最离谱说法了。当你看完这个视频，也许就能了解到一个新知识。如果屏幕前的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一个视频的话，我需要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频道是向大家介绍一些最前沿的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如果你对这一类内容有兴趣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顺便点个赞，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接下来向大家分享的内容了。美防务新闻网站8日引述美国战略司令部的消息表示，在洲际导弹计划的某些方面，美国可能不再享有对中国的数量优势，并暗指中国洲际导弹的核弹头多于美国。防务新闻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报道说，美国战略司令部近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关于报告的具体内容，外界不得而知，但关键在于该报告提交的原因。根据2022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如果中国在陆基洲际导弹库存的3个组成部分——洲际导弹数量、发射装置数量以及核弹头数量领域，其中之一超过了美国，五角大楼就必须通知国会。防务新闻于是展开了联想。五角大楼刚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和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文件表明，美国部署的洲际导弹和洲际导弹发射装置方面仍然保持着相对于中国的数量优势。排除了这2个领域后，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中国洲际导弹的核弹头数量超过了美国。美国核专家 Jeffrey Lewis 接受防务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估计中国核弹头储备已超过400枚。报道称，中国现在拥有300枚洲际导弹和发射装置，而美国拥有400枚洲际导弹和450部发射装置。刘易斯认为，中国东风41洲际导弹可以携带分导式多弹头，所以中国洲际导弹可以携带略多于400枚核弹头，而所有400枚美国民兵3导弹当前均配备单弹头。在反驳美媒的这个离谱结论之前，我们先简单科普一下几个基本概念。首先，该报道提及的洲际导弹特指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ICBM）， 不包括战略核潜艇携带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 （SLBM）。美国陆基核力量当前包括400枚民兵3洲际导弹和450座固定式导弹发射井。理论上，每枚民兵3洲际导弹可以携带3个分导式核弹头，但因为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该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数量削减为一个 W78 或 W87 型核弹头。美国2022年版的中国军力报告宣称，中国拥有300枚洲际导弹和300座发射井或发射车。姑且不说五角大楼编制的这个数字水分有多大，但至少就连美军自己也认为中国在洲际导弹数量和发射装置方面与美国还有相当差距。其次，核弹头的统计数字很有迷惑性，因为核弹头包括待发的高戒备状态、储存状态和待拆除状态，在统计核弹头数量时，西方往往会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说法。例如，五角大楼在哭穷时就说，现在美军一共只有665枚洲际导弹、潜射导弹，拥有1389枚核弹头。这个数字是指那些处于高戒备状态的现役核弹头。可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2年6月的报告，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为5428枚，这就是把储存状态的核弹头也算上了。美国还有大批根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退役的核弹头等待销毁。当然，在实际销毁之前，他们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恢复作战能力。顺便说一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份报告称，按照同一标准，俄罗斯和中国分别拥有5977枚和350枚核弹头，俄罗斯的核弹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根据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公报发布的信息，截至2020年初，俄罗斯拥有6370枚战略和战术核弹头，其中1570枚战略核弹头处于现役部署状态，另有870枚战略核弹头及1870枚非战略核弹头处于封存状态。除用于作战部队的军事储备外，还有约2060枚已经退役的核弹头处于待拆除状态，但依然具有作战能力。因此，防务新闻的这篇报道非常明显的就是偷换概念。美媒引用的这些核弹头数据，首先就是各种自相矛盾，而且在美国3位一体核力量中，美媒抛开美国海军携带着数量惊人核弹头的战略核潜艇，以及美国空军机动灵活的空机核力量不谈，专门挑出老化最严重的民兵3洲际导弹跟中国比较，显然是通过文字游戏在制造大新闻。
想必我们解释了这么半天，大家应该都注意到，美媒说的不是中国核弹头数量超过美国，而是中国洲际导弹装备的核弹头数量超过美国。事实上，就连美国核专家 Lewis 自己也表示，虽然当前民兵3洲际导弹只携带1个核弹头，但美军可以轻易地为他们重新配备多个核弹头。另外，在统计核弹头数字时，应该将潜射弹道导弹统计在内。他表示，一旦这样做，我们的核弹头数字就比中国多得多，这不过是一个数字游戏。因此，防务新闻的这篇不专业报道，显然是在迎合美国当前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近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到2035年可能会拥有约1500枚核弹头。这些言论的主要目的都与五角大楼为耗资上万亿美元的核武器更新项目争取拨款有关。说白了，就是想要钱。最后，希望各国在失去理智也仅限于常规武器，核战争没有赢家。